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绑匪将女子抓到山寨当夫人。成亲时，女子看看我是谁。明朝年间，安县河庄村有一户姓冷的人家，这家人在村里的威望很高，因为这家的男主人冷天禅是这个村赫赫有名的武术高手。冷家刚搬来这里的时候，村民看见冷天禅会武功，就纷纷让自己家的孩子拜冷天禅为师。冷天禅从来不收徒，可是他知道事出必有因。他看那些村民也并非是热爱武术的样子，一问才知道这个村子的位置比较偏，可距离山上的黑风寨又很近。黑风寨尽是那欺负村民的绑匪，这些村民自己住在山坳，本来就没什么钱，可每个月还要将自己的粮食分一点出来送到黑风寨，不然那些绑匪就会对这些村民下狠手。村民之所以想让冷天禅教他们的孩子武功，并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希望万一有一天那些绑匪想要他们命的时候，孩子们可以自保。一位老爷爷带着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跪在冷家的门口，哭着说道：“你就救救我们这个村子的下一代吧，我们老了，死不足惜，不想和山寨的人硬碰硬。可孩子们还年轻，他们若要去县城，肯定要翻过大山，到时候若碰上黑风寨的人，能保下性命就行。我们不求别的，冷天禅是习武之人，哪有这么冷酷无情？”他赶紧将门口跪着的老人家扶起来，然后告诉全村的人，他不收徒，可是如今搬来村里，也是这个村里的一份子。他让全村的人都通知下去，从明天开始，他就在村里空旷的地方开始教一些武术和防身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如果想学的都可以过来。大家听了这个消息之后，都欣喜若狂。冷天禅也不断定这些村民是不是真心想学，他只是想看看村民的反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还没有亮，就有几个村民来喊冷天禅起床。他来到村后的那块空地上，看见一些年轻的村民，还有一些7、8岁的娃娃，都已经在等他了。冷天禅往旁边一看，村里的妇女也抱着孩子在一旁观看。他们有的是自家的男人和孩子在学习的队伍中，有的想让襁褓中的孩子也感受一下这练武的气势。而那些老人，他们没有像样的作战工具，连家里的锄头都拿来了。冷天禅看得一时感动，才明白了他们的决心，也就放心下来，说道：“各位，我今天被你们的决心所感动，所以决定教你们一些皮毛和防身之术。但是你们要永远记住，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和保护弱小的，绝不是为了欺负弱小。若你们为了一时的逞能和耍帅来练武，目的不纯，和山上的绑匪也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说的你们能明白吗？”大家听了都纷纷点头，接着就开始了扎马步。太阳当空照在他们的头上，没有一个男儿退缩，只有一些站在旁边见习的老人快熬不住了。冷天禅怕他们中暑，就让他们先休息，其余的年轻人他可不会轻易放过。正所谓严师出高徒，他一定要将本事好好的教给这些人才行。冷天禅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扎了半个月的马步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这些年轻人私底下都在那里讨论，冷大叔什么时候教我们真功夫，天天扎马步，真是累死人了。我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就是我爹天天问我学得怎么样了，我说扎马步，他说怎么还在扎马步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。旁边带头的一个老人家觉得这些年轻人说的也没有错，都半个月了，什么都没有学会，将来怎么对付黑风寨的那些绑匪？这伙人刚刚讨论完，就看见旁边一个
陌生的面孔想要走。人群中有个村民看着这个陌生的人喊道：“你不是我们村的人，你在这里干嘛？”大家都纷纷看向这个准备走的人。那个陌生人辩解道：“我只是看这里围着人，过来看看而已，没有恶意。”“你放屁！就算这里围着人，也是我们自己村的村民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这里是我们的村委，非常隐蔽，就算是外人经过我们村，也不可能专门找到这里来。你到底是谁？不说的话，我可就动真格的了。”一个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说道。这个陌生人看自己瞒不住了，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，对着周围的人说道：“我就是黑风寨的人，我们老大从山上看到你们村天天集在一起，就派我来看看。这下看来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了。”说完就朝眼前的人刺去。后面有人忽然给这个黑风寨的人来了一脚，这个人往前一颤，连刀都丢在地上。接着这人准备赤手空拳和眼前的小年轻打了。小年轻一个转身，给了黑风寨的人一拳，还对此人下体的重要部位来了一脚，对方瞬间倒地。大家一起上前将他抓住，用绳子绑了起来。冷天禅来了之后，看见村民们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，就问他们怎么回事。大家将刚刚的事情和冷天禅说了。冷天禅摸摸自己的胡子问道：“我知道你们扎了半个月的马步，有些急躁，这还什么都没有学呢，就已经将黑风寨的这个小喽啰给收入囊中了。你们现在还觉得扎马步是浪费时间吗？”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刚刚的却也没使多少力，就将对方给打趴下了。是自己误会了冷大叔，基础真的很重要。他们再也不多问了。冷天禅说什么，他们就做什么；教什么，他们就练什么。冷天禅教了村民3个月，让这些年轻的小伙子分组进行练习，还给他们分发了大刀、矛、狼牙棒等等可以对付敌人的工具，让他们的武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。他看时机差不多了，就让村民将上次抓到的那个黑风寨小喽啰放了，让他回去通风报信。接着，冷天禅就对村民说：“各位，我知道，如果黑风寨不除，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大山。有些人去县城找活干的梦想也要破灭了，所以我决定带着大家解决黑风寨，这样村民就不用再害怕了。”大家互相看了一眼，还是有点害怕。虽然这段时间一直在练习，可是真的行吗？最后在冷天禅的鼓励下，大家还是决定一试。这个时候，冷天禅的女儿冷秋风出来了。冷秋风从小就跟在爹爹的身后练武，如今已经20岁了。冷天禅和女儿一起，带着村里的年轻人，捣毁了整个黑风寨，还将黑风寨的山头都烧了。这下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村民了。村民在黑风寨的仓库还找到了当初献给黑风寨头的粮食，他们将这些粮食也抢了回来。虽然村民还是很贫穷，可为了庆祝胜利，还摆了流水席庆祝，感谢冷天禅妇女。自从黑风寨被捣毁之后，村民们除了种田以外，在农闲的时候还会去县城找活干，收入增加了不少。半年过去，村里一直风平浪静。有一天早上，冷天禅留下一封信之后就出走了。女儿冷秋风拿出信一看，信上没有说冷天禅要去哪里，只说自己接了一项任务，没有时间去，让女儿帮他去完成。冷秋风觉得爹可能过几天就会回来的，就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继续在家勤奋练武。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，爹爹还是没有回来。冷秋风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可他又不知道去哪儿找父亲，只好在家等着。同时信里的事情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他和往日一样在院子里练武。
门口有人敲了敲门，他转头一看，这不是村口的小豆子吗？问道：“小豆子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就好，跟我客气什么？还在那儿敲门？你可真有意思。”小豆子将嘴巴一撇，傲娇地说道：“又不是我找你，是有个村外的人找你。他说你爹答应了给他们家少爷办事的，现在还没有出现，就来问问。”小豆子将那个人引进冷秋风的院子，嘟了嘟嘴，诺，这个就是冷家的大小姐。冷大叔好像出门好久了，我最近都没有见到他。小豆子说完就走了。那人见到冷秋风之后，就和他说了冷天禅接下的任务。冷秋风这才想起爹爹留的那封信，他将那封信重新拿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是县城司马家的吧？”那个家丁点点头：“正是正是。请问冷大侠什么时候回来？又或者是有什么交代吗？”冷秋风说：“我和你去一趟吧。我爹早就交代了，我以为他过几天就回来了，就迟迟没有动身。”那家丁看了冷秋风一眼，弱弱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行吗？我们家少爷说一定要请冷大侠，他武艺高超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可若少爷知道你不行，会怪罪于我的。”冷秋风大手一挥，说道：“我今年20岁，3岁就开始习武，你说我行不行？”那家丁听了冷秋风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才放下心来。冷秋风回屋子收拾了一下，就和家丁坐着马车出发了。他们走到半路的时候，马车忽然撞上了一块石头，往前颤了一下，飞到半空中，又落了下来，卡在一块石头上，马车动不了了。于是冷秋风就和家丁一块下马车查看。他们蹲下去之后，将马车的轮子从石头缝里往外面抬，抬了好久之后，轮子终于出来一点点了，可还是有一半卡在那里。冷秋风和家丁都有点累了，就坐在旁边先休息一下。冷秋风坐在轮子被卡住的石块旁边，忽然看见石头旁边好像有一条小尾巴在挪动，他将这条尾巴慢慢地往外拉，越拉越长，才发现这是条蛇。这蛇的身体只是微微挪动，像一条快要死的蛇一样，没有了精气神。冷秋风一直将蛇的身体往外拉，拉出了好长的一条蛇的身体。一旁的家丁直打哆嗦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冷姑娘，别玩了吧，这蛇一看就已经死了，你就别折磨它了。”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家丁说完还没一会儿，这蛇的身体就开始挪动起来。家丁胆子小，吓得一趔趄，坐到了地上，接着说道：“这蛇还没死透，还会动啊！”冷秋风在一旁笑弯了腰，说道：“小哥，这蛇要是死了，我还在这里鼓捣个什么劲儿啊？肯定是还活着，才有救的希望啊！”冷秋风说着，就将蛇的身体继续往外拖。他拖到最后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头，还卡在石头里出不来，整个身体都被冷秋风给拉出来了。冷秋风用了各种方法，就是无法将蛇头从洞里给拉出来。他又不敢太用力，稍微一使劲的话，这蛇就会一命呜呼了。冷秋风开始检查起蛇的身子来，他发现这蛇腹部的7寸不远处一直有一块地方在流血。冷秋风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块地方特别硬。他摸了一下这个地方的蛇皮，有一块隆起的部分。他想，这蛇莫不是怀孕了吧？不行，他可得好好查查。当年他姥姥在世的时候，可经常和他说，遇见别的动物不打紧，要是遇见蛇有困难了，就一定要出手相助。因为蛇又被称为地仙，无论是遇见活的还是受伤的，都不能不管不顾。若是活的，让开道请他走；若是受伤了，就该治好他再走。救蛇就是救地仙，是给你一次积德行善的机会。
他日若遇到困难，定能得地仙相助。冷秋风冷静下来之后，就用自己的双手在蛇的身上揉搓了几下，给蛇按一按，让它的身体舒服一些。接着他就开始在蛇的身上打圈圈了。打好圈圈之后，这蛇身上的经络就通了一些，身体也开始有反应了，变柔软了很多，不像刚刚那么硬邦邦的。看见蛇的身体好一点之后，冷秋风从腰间拿出一根针，在母蛇的身上找好位置之后，就刺了下去。那个家丁原本以为这蛇会挣扎，他早就躲得老远了，没想到这蛇还是纹丝不动。他好像知道外面有一双手在拯救自己的身体和孩子，就任凭冷秋风在自己的身上做各种动作。一会儿之后，就听见母蛇的身下传出了咚咚咚的声音。冷秋风一看，这是蛇蛋往下掉的声音。他见母蛇已经开始下蛋了，就从地上站起来，先活动一下。他刚刚为了给母蛇接生，一直蹲着，脚都麻了，现在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腿上爬一样。他抖抖腿之后，就觉得舒服多了。就是站起来的这会儿功夫，母蛇的蛋都已经生好了。冷秋风蹲下身子，在那里想现在该怎么将这母蛇的头给弄出来。要是一直这样埋在土里，这母蛇可能会死也说不定。家丁见母蛇已经生完了，从远处赶来，他有点害怕的站到冷秋风的身后，问道：冷姑娘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的马车和这个蛇都被卡住了，动不了，难道就一直这样僵持着吗？家丁刚一说完，母蛇好像听懂了一样，这会儿已经生完孩子，也没有刚刚难产的时候那么虚弱了。只见母蛇的身体开始左右乱晃，它用自己的腹部在土地上一顶，头就从泥地里钻出来了。冷秋风和家丁一看，好家伙，这还是条双头蛇，难怪身体能出来，这头一直出不来，头太大，难免会被洞口给卡住。要不是冷秋风相救，恐怕这双头蛇不是难产而死，就是会被闷死。产子之后，身体好了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双头蛇往冷秋风的方向挪动了几步，然后闻了闻，接着他就来到被卡住的车轮旁，两个头合力将车轮给夹了出来，然后爬到自己的蛇蛋旁边，用尾巴将蛇蛋全部挪到自己身上，往草丛爬去。家丁惊喜地说道：我还没见过双头蛇，没想到这蛇还会帮咱们，真是多亏了姑娘，今天让我大开眼界。两人马上就上了马车，往县城的方向赶去。终于在傍晚的时候到了县城。这天还有点亮，虽然离司马家已经不远了，可马儿一路颠簸，他们找了个客栈先休息一下，确切地说是让马儿休息一下，吃点草喝点水再上路，不然这马怕是要发脾气不可。两人进客栈的时候，看见客栈门口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弯腰驼背的在卖菜，一看就知道老奶奶的生活条件很差，没有被好好照顾。要不是生活困难，谁会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在这里卖菜？冷秋风想过去，将老奶奶的菜给买了，好让老奶奶能够早点回家。没想到有一群公子哥先他一步来到老奶奶的菜摊前，将老奶奶的菜摊都掀翻了，还恶语相向：老太婆，今个这里不做生意，你快滚！几个人说完就打开自己的扇子，一副纨绔子弟的样子，往客栈里面走了。冷秋风望着这几个纨绔子弟，在心里呸了一声，然后就往老奶奶的方向走去，帮老奶奶一起捡散落在地上的菜。只是好好的菜，都只剩一片片菜叶子，让人看了心里很难过。冷秋风说想买老奶奶的菜，被老奶奶含泪拒绝了。老奶奶说这菜坏了，怎么都不卖。
冷秋风只好和家丁往客栈走去。那个家丁朝着那群纨绔子弟的方向看去，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，张大嘴巴，一直出神。冷秋风拍了一下那个家丁：“干嘛呢？看啥那么入迷？”家丁这才回过神来，可是说话却有点心虚：“没什么。”两人在客栈休息了一下，整个人就软下来了。冷秋风说：“反正都晚上了，就算到了司马家，也不能马上商量事情，想在这里住一晚再走。”家丁点头答应。他们吃了晚饭之后，就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了。冷秋风睡前忽然想起一些事情，想找家丁聊一下。他出了自己的房门，往家丁的房间走去，却看见家丁刚好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，朝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冷秋风想，这么晚了，他还想去哪里？就一直跟着他。看见家丁走了几步之后，就走进了隔壁的一个房间。冷秋风赶紧跟上去，用手指头将门上糊的纸给戳个洞，看一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。他看到里面的一个男子和家丁正在讲话，这个男子就是早上将老奶奶的菜摊给踢翻的其中一个男子。虽然这个男子不是踢菜的那个人，可也是帮凶之一。这家丁怎么会和这些人在一起？他一时气愤，不小心踩到了地上的一根筷子。这筷子怕是店小二送餐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的。里面的人听了之后，马上将门给打开了。家丁看着冷秋风，倒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冷姑娘，你在这里干嘛？”冷秋风没好气地说道：“该说这句话的人是我吧？你怎么和这样的纨绔子弟在一起？难怪刚刚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原来你们都认识呀，真是同流合污。”旁边的公子看了一眼冷秋风，赶紧将冷秋风拉到自己的房间，然后关上门，问这个家丁是怎么回事。家丁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冷姑娘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司马少爷，找冷大侠办事的就是他。少爷刚刚和你说了，冷大侠没有来，这位就是他的闺女。”冷秋风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原来就是你找我爹办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接你的活。你们这些丧良心的东西，连老人家都不放过，品德败坏，你找别人吧。”家丁拉住冷秋风：“冷姑娘，你误会我们少爷了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只不过是逼不得已才如此的。他如果不和那些人同流合污，就查不出一些事情，就是他查出了一些事情，才想要请姑娘帮忙的。”冷秋风一转身，就看到了一个菜篮子，这个菜篮子有点熟悉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这是那个老奶奶的菜篮子。他转头对司马少爷：“你把老奶奶怎么样了？”还没等司马少爷开口，家丁就将冷秋风拉到窗户旁，打开窗户。冷秋风看到老奶奶在下面的小巷子里裹着棉被在睡觉，看上去还蛮开心的，手中拿着一锭银子。家丁说道：“我们少爷刚刚叫我将老奶奶的菜给买下来了，还给了钱，这下老奶奶能休息一阵子了。”冷秋风想，莫非我真的误会这个司马少爷了？还是听听他怎么说吧。原来这司马家是县城数一数二的高门大户，只是司马少爷的爹司马员外去年忽然生病不省人事，他怀疑和自己的二叔还有司马家的对手有关。他刚刚在一起的就是刘员外的儿子和林员外的儿子，这两个人的爹都曾经是司马家的生意伙伴，只是自从爹爹生病之后，他们两家就不和司马家做生意了。二叔也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，在和这里两位少爷的交往中，司马少爷势必要变得和他们一样，但是他都在事后悄悄弥补。司马少爷请冷大侠过来，就是他查出了二叔还有那两个员外在外面养了一批人，这批人专门打家劫舍，帮二叔他们暗中处理事情。不止司马家，
可能外面的百姓都有受害的，今天也是误打误撞。他们来的这个客栈，竟然是冷秋风和自己家丁下脚的地方。他和家丁见面的时候，就被冷秋风给撞见了。司马少爷说道：“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身正不怕影子歪。冷姑娘，还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”冷秋风思索之后问道：“那我该怎么帮你？”司马少爷开心地说道：“要是你爹来，我还得找个女的配合，你来就再好不过了。我查到帮二叔做事的那群人，今晚会去抓一个姑娘，逼着成亲。到时候你假扮新娘，一举铲除这帮恶势力。”冷秋风对自己的武功有自信，马上就答应了。司马少爷还要应付那2个人，不能走开。他告诉了家丁位置，让家丁带着冷秋风去了。冷秋风穿着嫁衣，坐在农户家的房间，等着那群绑匪上门。他等得都要打瞌睡了，那些个绑匪还是没有出现。就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终于来了几个蒙面人，将冷秋风给带走了。冷秋风经过院子的时候，看见地窖的盖子是关着的，他才松了口气，因为这家的老汉和女儿就躲在地窖里。冷秋风让他们等自己走了再出来。一路颠簸之后，冷秋风就被带到了一个山寨。他怎么觉得这个山寨的格局和黑风寨有点像？他轻轻掀开头盖，往旁边一看，这里好几个熟悉的面孔，这些人不就是当初被他和爹爹扫平的黑风寨的人吗？他现在终于想通了，应该是当初黑风寨的那伙人被村民们赶跑了之后，觉得去威胁村民已经没有出路了，就和县城的这几个大户人家合作，帮他们处理一些脏活和黑活，顺便去找一些农户打劫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要不然爹爹和他说过，一般这种山寨就算被人一窝端了，等他们走后也会重新起来。村民们曾经派人到黑风寨探查过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没想到这群人躲在另一个山头胡作非为。冷秋风在大厅的屏风后面躲着，绑匪头子出来了，他对着大伙说道：“今天山寨有喜事，你们要有山寨夫人了，大家一起来庆祝一下。”说着就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酒杯，和大家一饮而尽。冷秋风一直看着这山寨头子，他再熟悉不过了，就是黑风寨的山寨头子。看来他的推断一点都没有错，当初这个山寨头子就是败在自己的酒节边下，还在那边跪地求饶。如果今天看见新娘是自己的话，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惊喜吧。冷秋风正想得出神，后面就有2个手下推了一下他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把头巾盖好，我们老大很快就要和你拜天地了。”冷秋风听了之后，乖乖将喜帕往头上一盖，脸上还露出了微笑。后面2个看着他的伙计，还以为冷秋风是要做压寨夫人了，才那么开心。冷秋风想，待会儿一定要给这个黑风寨老大来个措手不及。接着冷秋风就被押了出来。在2人要拜天地的时候，冷秋风忽然掀开了自己的喜帕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看看我是谁。”这老大刚开始还没有认出来，毕竟过了快有半年了。可当冷秋风从腰间抽出酒节鞭的时候，他才终于想起来，这个就是当年将他踩在脚底的那个女人。他现在都还有一些后怕，可身为山寨老大，他岂能认输？便说道：“小的们，给我上！谁要是将这个女的拿下，老子山寨的钱分他一半。”大家听了之后，都拿着自己手中的棍棒朝冷秋风袭来。可他们都低估了冷秋风，这个女孩可是练武15年以上了呀，岂是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能对付得了的？果然不出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些人就被他踩到了地上。在山寨外守着的人也冲了进来。虽然冷秋风很厉害，
可是对方人数众多，还都是男的，他怕是也难应付。就在冷秋风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群村民冲了进来。这不是自己村的村民吗？怎么会？村民们冲进来之后，爹爹冷天禅也跟在后面。父女俩见面都吓了一跳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原来冷天禅这段时间消失不见，是被身边的张捕头请去，一起调查这个山寨的情况了。冷天禅怀疑这伙人就是黑风寨的，就决定今晚动手，因为他听说今晚这个寨子会举办喜宴，到时候一定会放松警惕。而张捕头又来不及去衙门调集人手，冷天禅就回村里将当初学武的村民给喊过来了。他没想到女儿竟成了今晚的新娘，不过看这架势就知道女儿肯定是有苦衷的。父女俩一起并肩作战，和村民一起将这些人都给撂倒了，最后只剩下山寨头子了。山寨头子趁他们不注意，将一把刀顶在了一个村民的脖子上，威胁道：“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，一命抵一命，看看我狠还是你们狠。”我说到做到，为了村民的安危，张捕头只好答应将山寨头子放了。他将手上的人拖到山寨外面之后，就准备跑了。岂料此时一条双头蛇爬到他的手腕上，将他给重重地咬了一口。山寨头子顿时中毒，倒地不起，而且口吐白沫。冷秋风一看这双头蛇，不就是自己救的那一条吗？地仙果然会好好的保护自己。他看着双头蛇远去的背影，在心里说了声感谢。最后山寨的人全部被抓，还供出了司马少爷的二叔和那2个员外让自己做的坏事，所有的坏人都受到了惩罚。冷秋风和爹爹一起继续在村里教大家练武，过着幸福的日子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